好，真的是这样吗？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哦。今天要来看到是福特号失大火，是官兵纵火，因为他们不想打仗了，想要回家吗？这是来自于美军的部分。再来，我们来看到是川普，难道真的是靠感觉在攻击伊朗吗？引爆的就是现在全球的能源荒之外，川普的民调也创下了新低。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先来看到，川普不是大军要集结他的所有的军力往中东地区吗？没有想到现在福特号先出事了，它是美军最强的航母福特号，现在因为大火得紧急返回在希腊的这个海军基地了，进行的维修天数会达到12到14个月，等于说现在任务是全面中断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我们先来看到，本来说是美军最先进的航母，从来没有被敌人打过，但是自己内部却有各种的问题。我们来稍微盘点一下最近福特号出了什么事情：马桶不通，污水四溢，调查出马桶里面竟然有 T 恤。还有长绳火灾，这一场火灾刚刚特别提到了，烧了30个小时，停不下来，而且美军是拒绝公布任何的细节的。美国媒体说，现在已经在调查到底是发生什么原因了，但是现在内部有声音爆料是官兵刻意放火的，要让这个任务提早结束。为什么呢？因为官兵们真的已经很厌战了，他们感觉太累了。他们在海上到底工作了多长的时间呢？我们也来看到哦。从2025年的6月执行各种任务，直到现在发生大火，这些官兵已经执行任务达到260天了。就是因为川普不断的给他们加新的军事任务，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的马杜洛，接着又是伊朗开战，所以福特号现在成为了最血汗的一个单位。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人家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哦。川普现在重回白宫之后，四处都在点燃战火，美军难道现在出现了厌战，所以发生了福特号这一些各种的事故吗？委员怎么看？对啊，福特号上所发生的这些意外事故哦，的确是让人快要笑掉大门牙了。刚才岳老师已经说了嘛，失火的地方在洗衣间，洗衣间是水最多的地方，它还能失火，我也觉得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我第一次听到洗衣间还能失火的哦，然后这种情况很显然的就是这个福特号自己舰上的官兵自己造成的嘛哦。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就是因为超时工作啊，就显然就是血汗工厂啊。就是对福特号这些官兵来讲，美国的大兵他们虽然有荣誉感哦，但是呢，他们也有一定的体力的极限啊，就不是说你可以永无止境的超他们的。川普不要以为每一个大兵都是美国队长哦，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那但是很显然的，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全球四处点火，所以他的部队就要被他调来调去了，大家搞得这个兵疲马困的。你说累也就算了，超时工作可以忍，可是前提是这是一场不义之战就是对美国人来讲，他们长期以来认为他们代表的是正义，他们代表的是自由、民主、普世价值，所以他们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是站在正义的这一方，这是美国长久以来灌输他人民的。可是，在川普上任之后到现在，特别是这一场伊朗战争，我相信有很多美国人民都认为说，这场战争到底为什么打得莫名其妙的，违反国际法、违反战争法，还要这样打下去，只是为了以色列哦。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基层都已经这个如野火燎原般的烧开了，那你说美国的官兵呢？他当然会想说，我为何而战啊？我到底是为了什么？牺牲奉献、超时工作，在这个血汗环境里头还要撑要撑多久？眼看着这场战争打得无穷无尽所以我觉得当时放火的官兵应该很开心，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希腊度假，就在希腊整补，然后现在要调来的航空母舰一定很就在想说，那我们也找个地方放把火吧，那这样也许我就可以停在意大利或停在哪里，也可以修补一下因为接下来的战争如果真的要打下去，必然更血腥了。如果你看到的2栖登陆，看到的陆战队，看到了干哥刚才讲的82空降师，那就是硬碰硬了。那已经不是你在那边按几枚飞弹打人家的无人机，把它打下来就算了，那就知道真刀真枪的见生死了。更不要讲说去什么占领一个跑道被美国自己炸断的哈格岛了那这些东西都有牺牲那对美国的官兵来讲，他到底是为何而战呢？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说当年911事件，他是为了报仇，所以全国是同仇敌忾，打这个伊拉克，打这个阿富汗，不手软的。可是现在到底干美国什么事呢？所以我觉得美军厌战不意外啊。你光看川普自己的核心圈，你从 J.D. Vance 他到现在都没有像
这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这样子站在第一线，这个咄咄逼人哦，然后那个语气狂妄，他一直离这场战争的决策很远了。你看国家情报总监被人家问到的时候，他怎么讲的？他说：“这是我们只能够提供情报，这是总统的决定。”他已经把责任推给总统了，他没有说我们建议总统打的。你看到参谋总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凯恩，他说过什么话吗？他有代表军方出来发表强硬的跟战争相关的论述吗？没有你看看这个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他认为这是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了，说辞职就辞职了。连 Fox 的这个主持人最支持川普的 MAGA 的支持者，最重要的 KOL 这个 Tucker Carlson 他自己都出来批了嘛，所以其实坦白讲，这场战争既没有正当性，看起来前途渺茫哦。你说叫美国官兵抛头颅洒热血，说实话他们也不笨呐。好，川普现在面对的除了说这个美军厌战之外，还有来自于自己共和党内部还有 MAGA 的分裂哦，再加上现在最新的民调，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也都不挺川普了，而且川普的这个民调支持度还创下了他入白宫以来的最低点。现在支持川普施政的这个人只剩36%，持续支持对伊朗开战的支持率也只剩下35%了。那我们来看到支持川普对生活施政的只有25%，对他经济上面支持的人只有29%，甚至这个数字比当时对拜登时期的任内都还要更低。川普还有办法扭转民调吗？岳老师怎么看？没有可能。今年11月份就到了中期选举，时间真的是留给川普的时间几乎是0。我这边讲5个原因，就让大家了解到，因为这种民调的调查，大家是跟这个情绪，它是一种大众心理学跟着一起走。比如说我们现在2个人，我们现在我听到干哥跟委员在讲说我们不会支持川普，那我也慢慢讲，我也不要支持了，就很自然就这样产生就那么首先第一个的话呢，他因为这场战争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所以国会不管是这个 Congress 也好，或者 Senate 也好，是参众两院，他们其实都很不情愿，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就因为你完全没有经过国会同意的战争就是非法的战争，请记住，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管怎么讲的话，大家都有这种认识。然后第二个，他们的国内部的话，现在已经超过50多个城市有反战的游行，这个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大。就是说游行站出来就是反对战争，We don't want war 什么的这种观念讲起来，让大家想起来好像越战时间就到了。因为越战时间让美国人最害怕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他们的征兵制度越战征兵的时候那太可怕，而且他征兵的这个制度非常荒唐。美国人做事情的话，就是每天在365个球里面抽一个生在这一天的就要准备当兵。哇，那大家都吓坏了，每个人都带着孩子看就是说美国人就不勇敢的就做的方法。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川普的重要的支持者100%支持他的那个叫 MAGA 人的话乱得一塌糊涂。那个 Jesse Vanc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他好像变成隐形人了那些海格塞斯那想当官的，卢比奥借这个机会，他们都在做梦，他们跟着川普一起垮台。然后这个第4个的话呢，就是说川普自己当了总统所选择的内阁阁员第一任的时候天天在 fire 这个 fire 那个，第2任都不 fire， 只有那个 Norm 实在是贪得太厉害了又闹绯闻，又贪污，又讲话，因为每天打扮一下变成牛仔，一变什么的反正搞得乱七八糟的话呢，川普自己施政作为各方面都不好。我没提到经济，我没提到油价，我没有提到大家生活上的感受，就光讲实际原因。另外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川普要海格塞斯一起提出来，跟国会要2000亿美金要来准备，结果那个参议员的议长讲说：“我的天哪，你到底要打多久？2000亿，全美国的预算1年才9000亿，你现在才打了不到2个礼拜，你就跟我要2000亿，你要干嘛？”我说句良心话，因为川普底下这个过程就是遇到这场战争短期内结束不了，我相信到了他中期选举的时候也结束不了。你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有民调呢？我觉得有1%的支持他都不错了。好，这个是内部的民调，美国民众现在对于川普的支持越来越低，但是盟友呢？盟友现在对川普也感到非常的头大，因为呢这场战争打到现在，造成的是全球的能源危机。我们来看到影响的就是美国自己的盟友。首先看到南韩，李在明现在呼吁了说，我们的民众公务机关要减少开车，大家现在上班呢改搭车好了。那也要求这些耗油企业减少用油，呼吁民众要自愿减少开车跟出门，公务要减刑要节省能源，因为现在已经不够用了。菲律宾的小马可仕也说了，现在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引发了当地民众大罢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说了，
能源实在不够了，要释放储备油啊，减少短缺的冲击。油价是上涨，联合国现在也做了一个警告，可能造成4500万人陷入饥荒。干哥怎么看？好，我跟你讲，我回答刚刚苑老师他说那2000亿要干嘛？你知道？2000，我现在跟各位讲，平均一个月美军花在伊朗的军费一个月啊，一个月哈，大概要多少钱？100亿美金。一个月100亿美金，一年大概就要1000多亿美金。所以赫克塞斯他是要申请2000亿是吧？可以打2年。我的天啊！真的要打2年吗？所以我今天讲一句，川普你只要你一打喷嚏，全世界都不对劲，你知道？你真的要你申请那么多干嘛？而且我跟你讲，这绝对是川普受益的，赫克塞斯不可能去这样去申请嘛，老板要同意嘛，那你是不是要长久打的打算？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对川普而言，它很可能是一种政策的工具啊，所以他不惜代价他也要做。那问题是你对全世界造成什么影响？你看南韩李在明马上就讲了，公务机关现在不要常用车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比公务机关节省更重要的是，我准备要发现金券给老百姓。哇，老百姓很高兴，我有现金券可以拿，你知道为什么？刺激经济，不要因为说现在能源危机，好像大家都已经不敢都说了，对吧？不是，现在每个人发多少钱啊？预算什么时候通过？很快3月底我就会通过啊，4月我就会发了。李在明你看这个总统也很明快，他劝他不是叫人民哦，你节省哦，他是说公务机关的车节省，但是人民现在要准备要发现金券给他们，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川普害的，害到说这个你盟邦的老板他们要自己先安抚老百姓，然后可是问题是菲律宾就安抚不了了，菲律宾小巴克斯说哎，公务车通通要节省啊，运输业要节省啊，不该开的不该用的哈，你们人民旅游也要节省，就人民上街抗议2天，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对不对？这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说这不是人民的责任，这是你政府的责任嘛。那再讲到日本，高市早苗也是啊，你知道他释出了日本国内战略储备一半15天的原油存量多少？8000万桶。他释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认为如果他不释出，他会对国内的物价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他要先释出一半15天的战略储备释出。然后，但是他其实他还有跟那个卡达跟那个阿联有几个国家，还有沙乌地，他们有共同储存的原油在日本啊，在东京当地，所以他敢赌这一把8000万桶先拿出来用了。先拿出来用的意思就是说，代表我高市是很有作为的。那接下来呢？还剩下一半，要不要再拿出来用？川普大哥，打完了，不要再打了，再打小女子可能也只剩下8000万桶了。如果再打完的话，就完蛋。还有全球4500万的饥饿人民，你知道现在荷姆斯海峡船不没办法出来，现在要改走哪里？改走陆路，从哪里你知道吗？从吉尔吉斯走中亚的路线运到阿富汗，因为阿富汗有1750万人，大部分是妇女跟儿童，都处于饥饿线下，东西送不过去，只好走陆路。听说要3倍时间才会到。这拜谁之事？川普之事。所以你晓得它的影响有多大？这个战争影响了多少国家跟人民，尤其是处在饥饿边缘的阿富汗的贫童。所以我觉得川普，你真的应该好好检讨反省一下。好，谢谢华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